曾经我以为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龙子，可随着爸爸的离世，让我身边的魑魅魍魉彻底浮出水面。我深情的冷。放心，他养着我，我就养着你。你真骚啊！我贴心的闺蜜。你什么时候跟他离婚？娶我？他们遮住我的双眼。这个是老头子买的结婚戒指，给我，你敢吗？有什么不敢的？他手上那枚是假的。捂住我的耳朵。小点声，你想让他进来观战吗？我在他助听器上动了手脚，现在他可什么都听不见。蚕食我的人生，他们把我囚禁在他们精心编织的牢笼里，妄想取而代之。韩氏的流动资金已经转移了，只要拿到董事长印章，我就杀了他，夺走他的一切。韩然死都想不到，是你杀了韩天。真好，既然我又听见了，那现在狩猎开始。今天你大怎么知道？你不是喜欢玩刺激吗？这样够刺激吗？怎么？怕了？放开！不放。冉冉，你是不是听到了什么？坏了，我备用助听器呢。冉冉，别着急，我帮你找。自从失踪之后，我的其他四感都出奇的敏锐。从进入内室开始，我就闻到了那苟合的恶心气味。杜佳明、李晶晶，游戏开始了。不过这次，我坐庄了。这个合同我动了手脚，趁他现在精神不太对，让他赶紧签。知道了，只是这2天你还是少过，免得让别人知道老头子是咱们弄死的。刚才你在我身上的时候，可没这么算了。怎么了？你后悔了吗？怎么会？我只是怕影响咱们的计划。你要记住，我们是一个神人马人，要不他这一气死。你们想要拿走的，看我怎么让你们得不偿失。哎呀！晶晶，没有你我可怎么办呀？放心，冉冉，你爸爸走了之后，我们呀会替他好好照顾。冉冉，这个是爸墓地的合同，早点签了，早点让爸入土为安。韩冉，我会让你一步一步走进我给你制定好的牢笼。无良汉奸，还我血汗钱！无良汉奸，还我血汗钱！还我血汗钱！无良汉奸，还我血汗钱！还我血汗钱！你们干什么？你就是韩冉吧？尾款什么时候结？之前韩总不是把尾款给过你们的负责人了吗？负责人？负责人早跑了，你们和负责人狼狈为奸，合伙骗我们的血汗钱！骗子！骗子！我们韩家从不欠钱，你说我们欠你们钱了？证据？你想赖账？
我们都是靠工钱来养家糊口的，你良心被狗吃了吗？我老婆生病了，就靠这个钱救命啊！我家还在等着这个钱交学费呢。兄弟们，咱们为韩氏辛辛苦苦打了1年的工，既然韩氏都不把我们当人看，我们就拆了他的灵堂，让他死都死不安生。对，敢谁敢？你要害我家破人亡吗你？事情我会调查清楚的。在这之前，这枚蓝钻戒指抵押给你们，等我把事情核实之后，会给你们交代。蓝钻，那个价值连城的蓝钻吗？对，这就是冉冉的蓝钻婚戒，他现在愿意拿这个出来做抵押，你们还有什么不愿意的？韩天是拍了一枚蓝钻不假，可这个好像是个假货。我就是做原石生意的，不会看走眼的。我担保，这枚钻戒绝对是个假货。怎么可能是假的？这是我爸在拍卖会上拍的，说它是假的，证据呢？钻石坚硬无比，玻璃一砸就碎，不信你砸砸看。不要！你们看，碎了。假戒指和你这个假人真是绝配。老公，这戒指是你保管的，是怎么回事啊？我怎么知道呀？这戒指不是一直在你保险柜里吗？那它怎么就成假的了？老婆，我是绝对不会拿结婚戒指开玩笑的。哦，我知道了，钟叔，你居然监守自盗！小姐，冤枉啊！哎，那戒指不是一直都在姑爷的手上吗？钟叔，是不是你贪了公款，还调包了戒指？事惹太大，不敢承认。小姐，我在韩家那么多年，我的人品你是知道的。人心都是会变的，钟叔。更何况还有很多人会见钱眼开。再说了，你还是个下人。你钟叔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小姐，你都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，你现在连我都不相信了吗？钟叔，事情都已经这样了，你让我怎么相信你？我给你留最后的体面，你自己走吧。好，你辛辛苦苦为韩家操劳那么多年，居然落得如此的下场。你们韩家对我不仁，那也别怪我对你们不义了。你们大家都给我听好了，我就告诉你们，韩家现在的家底已经空了，拿不出1分钱来。既然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。我走，走。好啊，你敢骗我们？兄弟们，给我拆！拆！住手！你们都住手！不还钱！不还钱！你们！鱼儿上钩了。顾二少怎么来了？顾玉成这个绍兴怎么来了？他可是出了名的心狠手辣，韩家这次算是彻底完了。我顾氏是韩氏股盘最大的股东，我愿意看在老韩懂心丧的份上，宽限10天。你们不会有人有意见？我该说问句话的，你们有没有意见？你们有没有什么意见？顾家2少都开口了，我们没有意见是吧？你们是疯了吗？啊！眼看这钱就要到手了，李大宝，你不要命我还要呢，那可是顾老二。看在顾总的面子上，就给你10天，10天一过，我们走着瞧。哼！
布了这么久的局引我过来，胆子够大的。但你应该知道，惹上我这样的人是什么性质。我当然知道顾二爷心狠手辣，可是当年你被继母陷害，差点被顾氏扫地出门，要不是我父亲出手相助，你怕是做不上这顾氏第一把交椅。当年你用这个龙佩做信物，许诺日后会无条件答应我韩氏的条件。你韩家现在气数已尽，认不认全凭我开心。我今日叫顾总前来，是想跟你谈一个条件。先说好，我可不做赔本。当然，你帮我拿回韩氏被骗走的股份，我帮你坐稳华国珠宝市场。那你可想好，沾上我这样的人，名声可就臭了。一句话，帮还是不帮？帮，但规矩嘛。不知道，都什么年代了，还用卖身契呢？韩氏15%的股份换我帮你3个月，利息嘛，我还没想好。3个月后你要是输了，你就到我的场子来学还债。好，不愧是韩天的女儿，有种。你打算怎么做？置之死地，不生。让那群寄生虫们都进到精心编织的牢笼里来。老婆，我查过了，是你的药出了问题。过敏的事情可大可小，也得亏是今天发现的早，要不然你就窒息而亡了。是吗，老公？那你准备怎么奖励他？我想过了，管家的位置不是还空着吗？不如就把管家交给金坚，她正好是你的闺蜜，可以把你照顾得很好。帮我？你是想方便她找印章吧？好啊，金坚，那以后这个家就交给你了。好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。我会沿着这条路，一步一步把你踩在脚下。哇，这院子好大呀！我可警告你啊，赶紧把他给我弄出去，别让你老娘我低三下气的伺候人。还有，赶紧把你哥也弄进来。如果你一个人在这儿过好日子，我带上你哥，我扒了你的皮。要是你们乖乖给我办事儿，把他弄进来不难。可要是事儿办砸了，连你也给我一起滚！你敢？你看我敢不敢？我告诉你，我让你住进来，是看在你生了我的份上。要我白扶一大宝那个废物，我告诉你，不可能。你给我打！哎，谁？哎，你干什么？走走，给我出去！你们想干什么？好啊，你死老婆子还敢录音！看我今天不打死你！这样，小姐，救命啊！小姐，救命！小姐。
你给小姐下毒，还有脸倒打一耙你，还不赶紧把这个人拖走？小姐，他们都不是什么好人，他们密谋。你这刁奴还敢到处泼脏水！金英是这个家的管家，他没资格开除你吗？如果他们不行，那我呢？小姐，你怎么能相信他们？他们是……还敢狡辩！小姐，王妈是多年老人了，您不能这么武断啊！对呀，宗叔赶走了，现在又要赶走王妈，小姐你醒醒吧！谁再求情，跟他一起走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家只要有我张存良在，以后就没人敢欺负韩小姐。小姐以后对这种丧尽天良的狗东西就不能心软，要不然以后你又被他毒害了。晶晶，他是？哦，她是新来的保姆张婶，以后啊接替王妈的工作。挺好的，留下吧。哦，对了，晶晶，钟叔走了之后就没有人开车了，你最近物色看看有没有司机招一个进来。至于你，给主子下毒罪无可恕，我不能再留你。但看在你是家里老人的份上，晶晶，给他3个月薪水，让他离开韩家。吓死我了！哎呦，哎，晶晶，刚刚小姐不是说缺一个司机吗？还不赶紧把你哥弄进来！我不是说了吗？别着急。还有一个人就齐了。冉冉，你还记得追悼会那天那个李大宝吗？哈，他来应聘司机。怎么了？我是这么想的，他在那群公园里面号召力很强，要是他肯放出话来，说愿意替他们监视我们，那群人肯定不会再继续闹事儿。然后我们再雇佣他当司机，用钱堵住他的嘴。可以啊，就按你说的吧。好。哇，真大哎，这个房子。大宝，妈，儿子，哎呦，妈啊，你怎么才把我给弄进来呀？这几天没人给我做饭，我都饿瘦了。就是，那是你懒，怎么跟你哥说话？嘿，你身为女儿，供养我和你哥是你的本分。有本事啊，把霸占房子的邵明星给赶走！你老是按照老娘的意，哼，是吧？我骗你！哎，死丫头，干啥了你？你看看他！哎呀，好，不生气啊！我告诉你啊，今天早上最喜欢吃的一粒，我给你吃。来，多吃点，多吃点啊！这还有，哎，橘子拿着，吃。哎呦，乖儿子，我给你放好。哎，最乖了。好喝吗？香。怎么回事？我动厨房里的鱼了？妈，妈，我流血了！呀！儿子，妈，我热，妈。哎呦，去！大宝，他不就只喝了个汤吗？这是怎么了？你自己给他乱吃东西，这能怪谁？你快想想办法呀！到这时候你还说风凉话你？大宝，今晚我缠着他，你去找印章，不要错过机会。晚上12点，我去接你。老婆，哥，新婚之夜隔了这么久，今天给你补上。
喂，帮我跟个车。顾总，东西可以给我了吧？刚用完就丢啊！你这个女人还真是绝情。别说的这么暧昧，搞得像我在勾引你一样。你不就是在勾引我吗？要发情去找你的情人，我们只是合作关系。想要吗？那你现在在干什么？顾城，别演了。喂，你没事吧？你幼不幼稚啊？我想好我的利息要什么了。看这个，女人她敢绿我！你吼什么？印章我已经找到了，想让他净身出户，就差一个时机。现在他出轨，就是我们翻身的最好时机。我已经联系了记者，只要钱一到，马上让他身败名裂。还是你聪明啊！一会儿周坚在床的时候，看他怎么嚣张。我想要你。不可能。既然这样，交易失败，谈崩了，行吗？你在威胁我？你简直是个无赖！我就是无赖，放弃还是现身，你选。是不是只要我答应你，你就会继续帮我？还不够，我还要韩氏15%的股份。我就知道。你们在干什么？季友，脱衣服！都是因为你们，让我们被赶出了韩家。我要替天行道，找死你们！找死你们！你们害死我的父亲，霸占我的公司，妄图将我玩弄于股掌之间。顾一晨，鱼上钩了。如你所愿，游戏开始。韩闪，我们上当，赶紧走！陆先生，你作为韩家赘婿，一见美女就不会被韩小姐知道吗？这位小姐，你们在一起多久了？小姐，你三招三不绝是什么？你作为韩家赘婿，一见美女就不会被韩小姐知道吗？这位小姐，你们在一起多久了？让开！再不来，我们一起死！走啊！ 1个小时后再发。
韩家总经理陆佳明和一神秘女子夜战双子餐厅。韩总，还满意吗？要不要加点报酬啊？我可以让你更满意。这些就想拿下我呀？可远远不够呢。那我可要收利息了。韩冉，你这个女人，大半夜出去偷情！陆佳明，你在干什么呢？韩冉，你把男人藏哪儿了？这车你也搜了，哪有什么奸夫啊？你跟顾逸晨的新闻都传到网上去了，你还狡辩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你是说我大晚上出来是跟顾总偷情来了？不然呢？韩冉，真没想到你是这么放荡的女人。你说什么？我出来只是为了签合同。冉冉，有什么合同非得大半夜来这儿签啊？我的行程就不用告诉你一个管家了吧？少跟我废话，我问你话，回答我，男人藏哪儿了？顾总，您来的正好，麻烦跟他们二位解释一下，我们两个有没有偷情吧？新闻都爆出来，你俩还狡辩吗？新闻说的就是真的吗？韩总，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这一个是你丈夫，一个是你闺蜜，这要干嘛呀？我正想问你们了，你们穿成这样，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韩家赘婿夜袭神秘女。陆佳明，如果你说新闻都是真的，那你倒是给我解释一下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冉冉，我们是最好的朋友，你会相信我们的事吗？我当然相信你们，可他们不行啊。况且，我今天晚上的新闻会不会是你？冉冉，你怎么能这么想我们呢？我们是担心你才出来找你的呀。而且我们中了韩叔、王妈的圈套。韩叔和王妈如果要报复的话，应该会找我呀，怎么会找上你们呢？难道说……冉冉，我们真的是被陷害的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他顾逸晨，他顾逸晨居心叵测。冉冉，你可千万不要被他骗了，我是你老公，我是绝对不会骗你的。韩总，你老公看起来不太相信我呀，那我可得好好考虑我们的合作。顾佳明，我今天晚上跟顾总出来聊合作，就是为了能让你名正言顺的接手韩氏。可现在你让我……老婆，我错了，怪我没想到那……新闻已经爆出来了，势必会对公司造成影响。算了，现在只能由我正式接管公司了。至于你就避避风头吧。别啊，老婆，我一个男人……那你说，你现在想退出韩氏吗？陆总，不知道您对现在的结果还满意吗？只要不是这个软饭男，我都可以的。那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谢谢你啊，帮我拿回了公司，还送我回家。就只有句谢谢吗？我可是出了不少力啊。那顾总想要什么？不如加点小费。加多少？你说呢？
韩冉，我的小美人，滚开！李大宝，你干什么呢？来吧，宝贝儿。我的肚子大宝，大宝，你怎么了？大宝，食物中毒，赶紧送医院吧。中毒！韩冉，你居然给我儿子下毒！你坏女人你！张婶，黎大宝是你儿子，我怎么不知道啊？张婶儿，这是司机大宝，不是你儿子。啊，对，我一时心急说错了。不过他是在你韩家出的事儿，你们就应该负责。张妈，这没有证据的事情随便乱说可不好。而且他这么大个人了，自己吃坏了东西，怪我也不太好吧？对了，鱼就是下午那条鱼，是你们家的东西，凶上抵赖你。鱼？青青，什么鱼啊？是今天下午那条。青青，你可是管家，厨房里面有毒的鱼你都不知道，那万一是我吃了，躺在地上的可就是我了。现在注意力都在我身上，绝不能让他们连累我。厨房里面没有鱼，李大宝生病跟韩家没关系。死丫头，你说什么来？这可是你哥，反正我不管，他是在你韩家出事的，你们就应该负责。冉冉，这个事情闹大了，对韩家不好呀。晶晶，彻查这条鱼的来历，不能再有下次。这依我看的，不如报警。不能报警，不用赔偿。死丫头！行，那就这么说定了，可不能反悔哦。不反悔。你说不要赔偿，那你自己拿钱来救你哥。他死的最好，省得给我惹麻烦。好啊，死丫头，你该诅咒你哥，看我今天不打死你！不光咒他，我还警告你，想要钱就尽快帮我拿到韩冉家产，要不然的话，你也是个滚去！你好点了吗？好多了，太太。你以后别乱吃东西了，多跟晶晶学学，她性命现在过得不知道有多好了。太太，李管家他赚了很多钱吗？存了差不多有1000多万吧。去年不是还去马尔代夫玩了吗？你放心，我们韩家从不亏待人，你会跟他一样的。你把粥喝完，我先走了啊。对了，这是给你的慰问金，早日康复。妈，我们一个月攒多少钱2万呀，怎么了？可韩冉说，晶晶存款都快1000万了，去年还去马尔代夫旅游来着。不可能，他每个月都会乖乖的把钱转过来，这些钱啊都是我乖儿子的，放心吧。真的吗？韩家人可大方了，上午韩冉来看我，足足给了我2万呢。2万？不信你看。哎呀，还真是。死丫头！死丫头，敢背着我存私房钱，钱来拿出来！妈，你又发什么神经？他们怎么知道了？马尔代夫的朋友圈，老子可都看到了。今天你要是不把那1000万都吐出来，我就让妈打死。钱来，你给我拿出来！哎呦！天打雷劈啊！这亲女儿打亲家了！儿子，他是把阴着他。李金剑，你什么态
林大宝，我问你，我有钱这个消息到底是谁告诉你的？我可不能把韩冉得罪了。你还我呀！林大宝，管好你的嘴！你疯了你！妈，哎呦喂！妈，你把我妹的身份证给我呀！干什么？我去找人，拿她身份证把钱都带出来。你是说让你妹帮你还债？对呀，她那么有钱，当然能还上。哟，还是我儿子聪明，我儿子聪明。来，杀父之仇，夺我资产，这些仇我都会慢慢讨回来。现在从谁开始？那就从你开始吧。韩冉现在在公司查账，如果被他发现，咱俩都完完。韩冉最近越来越脱离掌控了，看来我们的计划得提前了。对了，你去把助听器给他换了，只要他彻底听不见，那他就彻底变成笼中鸟了。对啊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只要他听不见，他就不能去公司查账，而我还能继续掌控公司。宝贝，你怎么这么厉害？韩冉不是想清理门户吗？那我们就让他看看，到底谁才是被清理的。老婆，喝口水吧。谢谢老公。哎，小心点，别沾到水。哎呀，对不起。来。老公，我助听器好像坏了。别担心，我马上去给你买一个新的 ，OK？ 明天我就带着印章，代替韩冉去公司的董事会。说的不错，但我事先提醒你，我拿公司，你拿钱。如果你想跑，那我们就玉石俱焚。说什么呢，宝贝？我的心里只有你。这是50万现金，剩余450万在卡里了。谢谢，我们有的是钱，一定按时还。喂，赌场等我，马上到。二爷，赌场这边我已经搞定，晚点我去接你啊。不用了，你自己做。一道宝输光，再拿500万给他。兄弟，祝你翻盘！
张婶，哎，干得不错，谢谢太太。你觉得晶晶怎么样？管家还行吧，就是时常做事比较马虎。太年轻了，我觉得你比他更适合管家。太太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我随时可以让你取代他。啊，好，谢谢太太。太太，您这是？张妈，您做事仔细，办事沉稳。本来管家的位置是应该给您的，但是晶晶比你来得早，就给她了。太太，您对我真好，不像他。我对您有一种亲切感。我妈去世的早，以后您就当我是您的女儿吧。以后你就把我当做你的妈妈。晶晶这死丫头，占了老娘的位置，看老娘怎么收拾。妈，哎，我回来了。这是什么？哇，这么多钱啊！大宝，你这些钱哪儿来的？运气好，赢的。大宝，你又去赌博了你？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别啰嗦了。哎呀，这是最后一次了。哎，妈，哎，你看看这个，这包限量款的，我一眼就相中了。哎呦，这个包质量真好啊！哎呦，还是我儿子有眼光啊！哎呦，这……哎妈，你再看看这些，来看看，还有很多呢。你们哪来这么多钱买这些东西？哎，你少对妈吆五喝六的，老子发达了，比你有本事。就你哥随便动动手指，都比你赚得多，哪像你？这么多年，哪里给我买过这些？李大宝，这些钱不对劲。李大宝，这钱到底哪来的？你少看我鞋呀，自己没本事，还见不得我好。你啊，就是眼红。你就是眼红，你自己有钱不给我们用，还不想你哥？这钱到底哪来的？你最好一五一十的告诉我。顾总，这是黎大宝欠你500万的欠条，我很快就会还给你的。我做局，你买单，这买卖你亏啊！亲兄弟都得明算账，更何况我们只是利益关系。韩然，我发现我现在真是越来越看不透你了。还是别看的好。哦，对了，他们把我的助听器调包了，之后的事情就只能靠顾总了。拿人钱财，替人消灾。老公，这个好看。陆佳明，你什么意思？你发什么疯啊？他会发现的。你是不是后悔了？你在胡说什么？你说过的，你会和他离婚，永远和我在一起。不要拉拉扯扯的，你到底想表达什么？我最近发现我哥去赌场赢了很多钱，这不对劲儿。这有什么不对劲的？他赢了钱就不会惦记咱们的钱。佳明，你听我说，我们现在的重要问题是把公司拿到手，不要把心思放到别人身上。老公，老公，你在里面吗？嫁出去。
没关系，告我。你想好了？老公，奇怪，怎么不在里面？那他去哪儿了？我哥说在赌场看见韩冉和顾逸晨。你确定你哥没有看错？管他有没有看错，只有他真的问我们才能彻底安心。你妈妈不是想要钱吗？让她把事情做得干净点，不要留下把柄。太太，您的咖啡。哎呀，我耳朵好痛啊！晶晶，冉冉，你怎么回事？冉冉，老婆，老婆，我耳朵好痛，我去医院。老公，好痛啊！痛！佳明，冉冉耳朵出问题了，快送她去医院。不行，现在有很多眼睛在盯着你，如果你现在这样被发现，就完蛋了。冉冉，现在情况很重要，被人发现就完蛋了。也是，现在不能声张。冉冉，这样，你在家安心养病，把公司交给我，你放心，我给你找最好的医生。冉冉，冉冉，做戏要做全套的，我找了个私人医生，马上就到。只要医生下了诊断书，那他就彻底成了废人，那韩氏就是我们的了。冉冉，医生到了。既然他已经聋了，那不如我们一不做二不休，让他的腿也瘸了，这辈子躺在床上。韩冉，对不起了。你们要做什么？要是我晚来一步，他现在要进 ICU 了。顾总，你这什么意思？在自己家都能出这种事，难怪会有。顾总，这就是个误会，是意外。意外？哦，那让我的医生看看到底是什么意外。韩小姐应该是被人下了药。下药？看来是有人想害你的命啊！我是她老公，这怎么可能呢？顾总，你可不要冤枉好人。我们一个是她老公，一个是她闺蜜，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儿？好人，狼狈为奸的好人。我请你说话注意点，这可是我家。看来这个家有人比我想的还要新鲜。对了，我来呢是要通知你们，韩氏从现在起由我接管。不行，顾总，你的手伸得也太长了吧？这里是韩氏，不是顾氏。还有，现在公司可是佳明在做主。就是，我作为韩冉的老公，我有权保证公司的安全。作为投资人，我有权保证我注入的资金安全。我决定的事儿，谁也改变不了。现在医生要给韩总检查了，出去吧。完了，顾逸晨要查账，那我们查哪些账？什么？你才是韩冉法律上的丈夫。对啊，他顾逸晨什么东西？他只是个外人啊。
不过，顾逸晨他一个合作对象，怎么会对韩冉这么上心？而且他每次出现的时间那么恰巧，我有理由怀疑韩冉没裸。怎么可能？咱们试过他的。如果他是在演戏的话，那就麻烦了。韩总好演技啊！你说，要是我不来或者晚来一步，你会是什么下场？顾总一向很有时间观念，我不担心。陆佳明现在到处在散播你的谣言，说你已经废了。现在所有人都觉得韩氏要易主了，这不正合他意吗？他巴不得我赶紧把公司交出去。你到底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？我布局了这么久，就是要让他们付出代价。况且，他们还合谋杀害了我父亲，我不可能轻易放过他们。不过，幸好有顾总在，我不用担心公司被易主。少跟我来这套啊！那顾总想要哪套？顾逸晨这个时候来，真的是巧合吗？韩冉，你到底是真傻还是装的？冉冉，你的耳朵医生怎么说？幸好发现的早，他没事。我能听见了，晶晶。那真是太好了，我以后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。那就不劳你费心，我会派人贴身24小时保护。张婶，哎，这次多亏你了，不然我的耳朵就废了。这个喜欢吗？送给你。来，价值100万。小恩小惠得到的是感恩戴德，可真金白银养出来的是胆大包天的白眼狼。笑吧，我会让你们更开心。你们害死我的爸爸，夺我家产，我会将你们一步步引入牢笼，直到万劫不复。太太，您这是送你的，喜欢吗？喜欢，太好看了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个价值1000万啊，这个价值800万，这个便宜，才500万。哎，你看呀，你可是未来的管家，不能被别人比下去。你看晶晶，天天光彩照人的，你也不能输了。是。顾逸晨，赌场那边该收网了。操！怎么会这样？兄弟，你该还钱了。再借我一点，我一定能回报。3天3000万，连本带利，少一分要你命。3天，我上哪儿去找那么多钱呀？我管你哪儿去弄，3天后我见不到钱，就得死。开什么灯啊？黑点不是更刺激吗？我们不是一路人，我喜欢亮着。聊点正事，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做？
高利贷的刀该见血了吧？你要是现在把这个刀放出去，李晶晶她得跪着过来求你。我要的可不是他跪着，而是生不如死。我们俩肯定是同路人。你哥快被打死了！快点，拿3000万出来！3000万，他这条命值3000万吗？我倒是巴不得他早点死。什么狗日妈！你这个没良心的！你哥要是有3长2短，我做鬼都不放过你！喊啊！再喊大声点，把韩然喊来，到时大家一起死！我不管，女儿赚钱养儿子，再吵就把你们一起扔出去喝西北风！那又怎么样？要不我就告诉韩然，是你跟陆家明让我下的。要是你下的，杯子是你端的，你看警察抓你还是抓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是再敢多说一个字，我就让黎大宝比这个娃娃碎得更沉。来打个赌吧，看看我们张婶会为了救他儿子卖他哪个肾。我猜他会卖掉李晶晶。妈，救我！钱给你。本金，利息呢？这。好危险！我这个鸟让他不愿意打。别打我手！儿子，哎呀！慢点，儿子，疼不疼啊？哟，李大宝回来了。两个只会拖后腿的东西。李大宝，你怎么回事？晶晶，我有一套价值几千万的珠宝不见了，你帮我找找去哪儿了？东西呢？都给你哥还债了。你怎么不去死啊？你还有脸骂我？要是你肯给钱，妈至于去偷吗？就是。现在韩冉问我东西的事，要是被他发现我们是友人，咱们都得骂。他不是最信任你吗？你找个替死鬼不就完了？怎么可能这么简单？你以为韩冉傻呀？我不管那么多。如果你不把这件事情摆平呢，我就告诉韩冉，是你跟陆家明合起伙来，让我给他下毒。对，大不了你死我活。聊什么呢？这么热闹。聊什么呢？这么热闹啊！管家，那个太太的珠宝哪儿去了？这件事情你得查清楚啊！是啊，晶晶，你可是管家，家里这么多珠宝都失踪了，不知道的以为你是监守自盗呢。冉冉，我们这么多年的交情，你不会不信任我吧？我就是相信你才交给你去查的呀，你一定能帮我找到的，对吗？对啊，管家，你不要让我们觉得你是靠关系上位的。对啊，对啊，晶晶，我相信你，你一定能做好的。老婆，晶晶已经在尽力帮我们查了，咱们就不要咄咄逼人了吧。老公，你这是怎么了？那些珠宝也是我们的财产，再说了，我的不就是你的吗？我去倒杯水喝。李晶晶，你们是不是想合伙吞了我的钱？陆家明，你个蠢货，
衣帽间的珠宝是被我们换掉的，怀疑就是韩冉做的局。我不管是谁做的局，让你妈赶紧把钱吐出来，否则我让你们都玩完。吐出来！我钱没了，你们要把这些人拦下来。怀疑他是在针对我。别转移话题，李晶晶，我今天才发现，原来你们一家子都是拖油瓶。陆长明，你们就狗咬狗吧，咬得狠了，才知道疼。算了，这么下去也不是个办法，报警吧。不行。心这么齐啊，说话步调都一致了。张婶，居然是你偷的珠宝，现在证据确凿，你准备怎么办？哎呀，晶晶，快救救妈！快！那批珠宝是假的。谁告诉你珠宝是假的？刚才张婶说的。张翠兰，你跟晶晶说我的珠宝是假的，珠宝就是假的。那如果是假的，他怎么卖掉的？晶晶，骗子的话你也信吗？那套珠宝总价值5000万，都是有鉴定证书的。你到底卖了多少钱？别问了，2000万，对不对？张翠兰，我劝你拿钱把东西赎回来，否则我不介意送你进去吃牢饭。不要！他还不了，这笔钱啊，被他用来给儿子还赌债。张翠兰，原来黎大宝是你的儿子，是又怎么样啊？打工有这个限制吗？打工自然没有这个限制，可是晶晶，你不是说他们不认识吗？我也是刚知道的。黎晶晶，你身为管家，招来家贼不说，连他们是母子关系都不知道，你这个管家是怎么当的？我也是看他们可怜才把他们招进来的。不信你问佳明。我还查到一件事，这个张翠兰有1儿1女，现在既然你还不上，那让他们来赔啊。黎大宝是你的儿子，那你的女儿会是谁呢？人是我招进来的，这个责任我来担。晶晶，我知道你善良，但5000万不是小数目，你跟他非亲非故的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他女儿。我怎么可能是他女儿？我只不过是看他可怜罢了。李管家可真是重情重义啊！既然你要负责的话，这笔钱你来赔啊。那些都是假的，珠宝是被我们换掉的，那你们怎么办？李晶晶，现在要么坐牢，要么还钱，这样子不行。3000万转过去了，这还差2000万呢。能宽限有些时间吗？你别急嘛，晶晶说她还有一大笔遗产没有继承，应该是还没到。他真这么有钱？晶晶，我知道你讲义气，但是你还是写个欠条吧。晶晶，基于你当管家的时候发生了太多的事情，我觉得你不太适合这个职位，所以我让他们回来了。李小姐，我看你还是把管家的钥匙给交出来。这是你的新工作服，以后钟叔会继续担任管家。至于你，王妈会教你做保姆的事情，好好学习。
李小姐，请吧。钟叔，把黎大宝和张翠兰给我赶出去，别脏了我的别墅。我不走，我也不走，干什么？走，快点！钟叔，把他俩送警察局啊！我不走，快点！老公啊，接下来轮到你了。什么呀？听说陆总泡茶技术一流啊，我和韩总有点生意要谈，辛苦了。金条和珠宝都在这儿了。你真打算就这么放过他们？当然不会，我会让他们把自己最珍惜的东西一点一点全都吐出来。哦，对了，顾总，你再帮我个忙呗。可以，但我要收利息。事成之后，顾总想要什么，我都可以。行，但是我还没想好，等想好了再跟你要。可以。安然，我知道你要做什么，接下来我帮你走吧。不用，我自己可以。他们带来的寄生虫已经被赶出去2个，吞咽区的东西也吐出了一大半，接下来就只剩下公司的股份了。单单是股份就够了吗？那顾总有什么高招？让他们背点韩氏的债务，应该也算是他们活该吧。顾总果然够狠。准备好了吗？谁让你动那笔钱的？别忘了下药的事儿，你也有。你威胁我？我要是晚了，第一个白葬就是你。与其在这跳脚，不如仔细想想后果。那怎么办？如果顾医生和韩冉只是合作关系，你觉得韩冉会玩手伸那么长？可如果他们早就搞在一起，那就很……你是说……傻瓜，你头上早绿了。至于为什么留着你，一是因为我们这还没有证据，二就是想名正言顺的搞掉你，然后在一起。贱人，你给我等着！老婆，喝杯果汁吧。你呢？韩冉谨慎，只要他碰到这个杯子，药效就会在1个小时搬走。喝完早点休息，我去洗漱。今晚8点，夜总会777包厢有惊喜。今晚8点，夜总会777包厢有惊喜。韩冉谨慎，只
只要他碰触这个杯子，药效就会在1个小时伴奏。顾医生，快接电话呀！这妞不错呀，弟兄们，今晚有福了。把事做得漂亮些，记得拍照啊。喂，怎么了？想我了？救我！你在哪？七这样，你不要！不要碰我！哎妈！不是！韩总，请问你卖掉公司股份是打算卷钱跑路吗？韩总，你有没有想过被你拖欠公司的员工怎么办？韩总，你穿了这么衣服蔽体，是在进行非法交易吗？一说你会不这种事情，你这样不知道你的行为吗？韩总，跟我讲一讲吧，韩总。韩然已经完了，韩氏现在是我们的了。哈哈哈哈！韩然呀，我看你还怎么把我从公司里赶出去？只有我们两个才是天生一对，他只不过是我们垫脚石罢了。韩总，解释一下。韩总，现在网上都在传你签了股权转让协议，是要把债务转给李先生，这是真的吗？韩总，韩氏的资金链断裂，是不是你私自挪用资金？韩总，解释解释，韩总，给我讲一讲，韩总讲清楚啊！说一讲吧，韩总说说话。讲吧，快点，快点！天哪，快点！还有今天，就是啊，快点拍钥匙啊！韩然，这就是你跟我作对的象征。顾医生，救我！顾以晨那个煞神怎么来了？现在什么都晚了。只要韩然醒了，第一个死的就是我们。你现在知道怕了，当初下药的时候，你比我还积极。你可别忘了，这事我俩都有份，谁也跑不掉。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把这件事情给我解决，否则老子弄死你！顾总，您做好最坏的准备。出去。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我布局了这么久，就是要让他们付出代价。这一切都是你计划好的。真没想到啊，韩冉竟然有这种地方。不过可惜啊，输的还是他。我们趁现在他还是个活死人，先下手为强，免得夜长梦多。不急，你看，这是什么？
你竟然拿到了真的印章！当年韩天在大股灾里救了华国商会的半壁江山，受他恩惠的人特地造了这个印章送给他，说是所有人必须遵从持章人的任何指令。明天在董事会上有了它，我就看谁人敢造次，到时候想让他怎么死，他就得怎么死。很好，但我明天不希望再出任何纰漏，否则他不死，你死。各位，冉冉生病了，作为她的丈夫，我必须承担起接管韩氏的责任。接管韩氏？接管韩氏？以一个赘婿一20年前，是韩董力挽狂澜救了在座的各位，按约定如一人，可代行一切权利。你陆家明算什么东西，也配碰这印章？再说，谁知道这印章是真是假？哼，就算这印章是真的，也该由我韩家拿着。你个上门女婿，装逼！冉冉现在生病了，我们有义务帮他把公司运作下去。如果公司出了问题，你们对得起去世的韩董吗？反正印章在谁手里，我就认谁。我同意陆总暂代。拿个假印章叫何为？小姐，顾总到。作为韩氏最大的资方，我反对陆家明担任董事长。顾总，这是我们韩氏内部的事务，您的手未免伸得太长了些吧？韩氏现在所有的资金都是我控制的，严格来说嘛，现在的韩氏应该叫顾氏。更何况，这枚印章是假的。这玉料太新了，韩氏印章的玉料是上等的和田玉，我年轻的时候见过，包浆温润。这雕刻手法也不对。这印章的暗纹呢，怎么没有了？这玉是假的。不可能，这是真的印章，你们再仔细看看。我妈，你觉得狗急跳墙之后，他们是先咬人啊，还是先咬同类啊？那得看哪块肉多了。太好了，小姐，监控系统搞定了。黎晶晶和陆家明现在他们能看到的，只是我们想要他们看到的，同时我们现在还能反监控他们。那还等什么？董事会结束了，
好消息是，还是暂时保住。坏消息是，他们给了7天，要见到真印章，才肯重新表决。韩总，加戏是要加钱的。顾逸晨，我发现你是个奸商哎！你拿了我这么多股份，连一滴眼泪都没流，竟然还好意思让我加钱？韩总，你装病的这几天，我喝了3箱酒，演足了痛失所爱的戏码，我的面子不要钱啊！真印章到底在哪儿啊？这不对劲，走，我们去他房间。如果他真的昏迷了，我们永绝后患。冉冉，你能听见吗？韩冉，只有你真的死了，我们的日子才会彻底太平。有东西。印章在花瓶里。这个神仙酒。太顺利了，这不对劲。印章绝对是真的，我马上就去交给董事会。等等，如果他真的昏迷了，那要就能要他的命。可如果他没死，那我们很有可能中他的圈套。佳明，等他死了，我们连演戏都省。他们比我想象的还要小心。检测结果出来了，是毒药，他们想害你。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，这下他们杀人的证据算是板上钉钉了。很快，他们应该收到我的惊喜。业务开始内讧，就会变蠢。不过，以后不许这么伤害自己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下次不会了。你不解释一下吗？我拿钱，你拿公司，这很合理啊。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？你说呢？删吧，
我有辈分。陆佳明，一起发财，一起死，你自己做决定。很快，我就要让你们跟我的父亲被操。快，谭总快不行了！各位，韩冉的病已经命悬一线，现在必须要有人站出来主持韩氏。但是没有印章，董事会决议也无效。现在有了，这印章，韩冉已经不行了，难道你让本公司垮掉吗？好吧，我接手韩氏，谁赞成，谁反对。顾总，演技不错呀。彼此彼此。韩总的装死更是一种。这可是帮腔头操，该你上场了。很久没打过这么有意思的仗，我去会会你帮腔头操。小姐，媒体这边准备好了。时间差不多了。今天开始，由我正式接管韩氏。慢着！我不同意。顾总，反对也没用。这份印章是真的，董事会已经参与表决了。就是啊，顾总，您放心，韩氏有我，是绝对不会倒的。做局的就是你，当然不会倒。小姐，你为什么不自己去？那帮老东西本来就不信我，甚至早就想把我踢出去了。我就需要一个更强大的靠山，而顾一成就是最好的人选。小姐，原来你早就料到会有今天。陆佳明和黎晶晶的手段，3年前我就摸清楚，但论商场博弈，谁玩得过顾一成啊？小姐这算计，像极了当年的老爷。老爷的在天之灵，能看到的话，应该也就放心了。只是他再也看不到了。不如先解释解释这个。坚守之道。顾一成，你少拿和珅的视频血口喷人。那这文字也是假的了。你怎么会有这些东西？我查过，这5000万分5次从韩氏的子公司转入了你名下的陆氏。
居然敢挪动资金，是你才导致了公司资金链断裂。他们查不到油水，老子是在干。呵呵，顾总真是好手段，就拿几张 P 好的图就想定我的罪。各位，他口口声声说我侵吞了公司的财产，证据呢？陆总要证据啊！我不小心把那5000万追回了，顺便做空了陆总的陆氏。把这个拿过来。是。今天我就让你们俩看看，什么叫真正的捉奸在床。哎，先别急啊，还有。陆总，拿韩氏的印章要干什么？我找自己家东西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家？这可不是你家的东西。陆总主动和韩总签了离婚协议，你已经不是韩家的赘婿了，怎么能动韩家的东西呢？我什么时候签过离婚协议？你看看，上面是不是你亲手签的字啊？老公，这是爸爸留给你的遗产，你签个字，好让他们去办理。谢谢老婆。难怪那笔遗产迟迟没有到账，原来都是他搞的鬼。韩然，陆总主动签了离婚协议，就不再是韩家的女婿了，所以这种行为就叫做盗窃。这个监控可以证明，在老韩董追悼会第2天，他们就已经离婚。只是小韩总人美心善，没有把他逐出家门。陆家明忘恩负义的东西，把他给我送公安局！送到公安局！送公安局！送公安局！公安局！难道这份证据是假的？假的？假的。顾总好手段，这监控上的日期和离婚协议上的日期对不上啊！这监控上的日期是韩董追悼会的第2天，而这离婚协议上的日期是韩董头七那天。协议生效与公证处的登记为准。好巧，我刚刚查过，这份协议日期签署后第7天才完成公证，所以陆总找印章那天，他们还是合法夫妻。各位，他一个外人，拿着所谓的离婚协议，对韩氏指手画脚。咱们韩氏什么时候成他顾家的了？
你顾逸晨以什么身份在这儿？姘头、情夫，还是……结婚证啊！因为我是她的丈夫。啊！顾逸晨，再帮我一个忙，我会给你10%的股份。先说，什么事儿？跟我假结婚。不可能！原来顾总着急帮韩冉离婚，是想拼头上位。各位，我忍辱负重这么久，只是想保住爸爸辛苦打下的基业。我任由他人误会，就是想保住冉冉的生意。可他今天是要逼死我呀！那你还真是可怜。你有证据吗？证据我有，这一切都是你顾逸晨早有预谋。各位，你们还不明白吗？他就是想利用韩冉，吞并韩氏。精彩，我确实不是很傻，可你们也别忘了，现在我是韩氏最大的债权人，整个韩氏的资金都是由我顾氏主导，我有权参与所有关于韩氏资产的决策，也就是说，我随时能让韩氏改姓顾。各位董事，你们听清楚了吗？他亲口承认想要吞并韩氏。韩冉是他的姘头，竟要将韩氏的基业拱手让人。我只是想保住韩氏，我有什么错？冉冉怎么可以？老东西死了，韩冉聋了，我们慢慢转移资金。财务部的小李已经被我搞定了。你怎么会有这东西？在老韩董的葬礼上偷情，二位可真是把鸠占鹊巢演绎的淋漓尽致啊！这个畜生，老韩待你如亲生儿子一般，你竟然敢！别急，还有呢。这个神仙救援。佳明，你连冉冉都不放过，我要打死你！冷静！假的，都是假的，视频是合成的。费尽心机架空韩氏，就是想不费吹灰之力收购韩氏。虽然陆佳明禽兽不如，但是顾总好像确实也有问题啊。我记得那天顾总来吊唁的时候，确实单独和冉冉聊了很久。各位董事，你们都是看着我跟冉冉长大的，我对韩家忠心耿耿。他不仅想要吞并韩家，还害得冉冉成了植物人。我只是想保住韩家，我有什么错？什么？冉冉成了植物人？我作证，自从顾逸晨见了冉冉之后，冉冉他就……顾逸晨，你今天必须给大家一个交代！必须给人交代！必须给人交代！陆佳明，你说谁成植物人？陆佳明，你说谁成植物人了？不可能！你明明已经被你下毒了，
他是明明应该在医院。各位，我父亲葬礼的时候，顾总确实来吊唁过，但你们不知道的是，陆家明，你这个司机的儿子，当年你爸醉酒驾车害死我妈，我爸不计前嫌把你从废墟里面救出来，给你最好的生活，甚至把他唯一的女儿都嫁给了你。可是你，我爸万万想不到，他养了20年的白眼狼，在他女儿婚礼当天，和这个小三儿一起害死。韩董是被害死的。不可能！你血口喷人，小心我告你诽谤！陆家明，你这个畜生，你当年就应该跟你的杀人犯父亲一起死在那里。你以为你不承认你杀死我父亲就没事了吗？我告诉你，就凭你转移资产、合谋害死我，就足够让你牢底坐穿。佳明，你这个畜生！来人，送公安局。冉冉，我错了，都是他，是他这个贱人，是他逼我做的。冉冉，我错了。冉冉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我是爱你的。看在我们是青梅竹马的份上，你放过我，我再也不出现在你面前了。冉冉，在你做那些事的时候，在你往我输液瓶里下毒的时候，你有考虑过我们往儿的情分吗？带走。冉冉，你不能这么绝情，顾一晨，你不能好死！顾一晨，你们两个人可……至于你，我最好的闺蜜，我给你工作，让你住进我家，你就是这么对我。张翠兰是你妈，李大宝是你哥，你们全家都靠吸我的血。原来你早就知道，爸是我李晶晶技不如人，老山要挂碎脸。3年前我突发性耳聋，去年我摔断胳膊，都是出自你的手笔。你有证据？证据我早就准备好了。10年起步，牢底坐穿。陆家明做假账，洗钱的证据我都有，还有你爹的，你放了，我给你做证人。那就要看你的证据值不值了。所有证据都在韩家老宅，只有我知道。把他带去老宅，全程盯着他，别让他耍花样。顾总，这次多亏你了，我敬你一杯。明天我们就去办离婚手续。韩总客气了，不过你早就把我算计在内了吧？顾总难道才看出来？我去趟洗手间。 무뎌진 마음이 다시 두근거릴 때면 그 기억 속에 손을 더듬 顾总，李晶晶和陆家明跑了。爸，我把李晶晶放走了，您不会怪我的吧？现在的证据还不能够将她送进监狱，我要让她亲自把证据交到我手上。喂，可以动手。然后，我亲手把她送进监狱。 答应你的我都完成了，下午2点，民政局见。这次顾逸晨可救不了。 我的韩大小姐，
醒得真快呀！我给你准备了这份大礼，韩大小姐，你还满意吗？李晶晶，你得意不了太久，顾一成马上就能找。顾总，你的小情人还在做梦呢。你不是跟韩冉结婚了吗？为什么接单生意？还不是因为李小姐很舍不得，拿5000万买命。那当然了，现在韩氏大部分资金都在我的手上，区5000万而已，给你。顾一成，你背叛我！顾一成，你背叛我！想不到吧？你以为的救星是我的人。顾一成，你对我说的承诺都是假的。韩大小姐，好天真啊！我顾一成哪来这么多真心陪你玩？把这份韩氏股权转让书签了，我们给你个痛快，就像你爸爸那样。我拿公司，你拿钱，等韩冉一死，韩氏乱成一团，我们坐享渔翁之利。你可别把我拖下水啊！放轻松，等韩冉一死，他再也见不到明天的太阳。李晶晶，我很好奇，你到底会怎么处置我这个你恨之入骨的人？等我拿到我想要的，我就让你像你爸爸一样和你死亡。是你杀了我，是又怎么样？为什么？既然你们马上就要父女团聚了，我让你做个明白。其实那天他本来可以不用死的，可是谁让他闯进来，撞见我和陆佳明。要是让你知道了，我们还怎么继续我们的计划？我爸爸临死前还一直叫你的名字，可真是父母情深啊！不可能，我爸爸虽然有心脏病，但是他的药都是他手边的药被我踢走了。意思是说，你承认是你亲手杀了我爸，承认你所有的罪行吗？是我杀了韩天，也是我转移了你们韩家的资产，现在所有证据都已经不在了，你还能拿我怎么办？李晶晶，你还是太天真。李晶晶，你还是太天真。是我杀了韩天，也是我转移了你们韩家的资产。你们算计我！李晶晶，你干嘛？别过来！找死了！怎么心疼了？你舍不得他死？我警告你，他要是出事，我一定在你身上双倍挣回来。韩冉，你指责我和陆佳明出轨，那你呢？你和顾一晨不也是婚内出轨吗？你有什么资格骂我？李晶晶，我们才不像你们那么龌龊，我们只是合作关系。合作关系？谁不知道你们那天晚上在监控室里做了什么？韩冉，我们都是一样的烂人，你有什么可高贵的？李晶晶，你就是在那儿自欺欺人，让你自己觉得自己并不那么肮脏，对吧？肮脏？你装什么清高？谁不知道？你为了韩氏，早就和顾一晨勾搭在一起。放屁！怎么被我说中了？李晶晶，你要是再多说一句，我考虑让你永远闭嘴。好啊，那我们就看看，到底谁让谁闭嘴。好啊，那我们就看看，到底谁让谁闭嘴。
我让你进我们家公司，我爸让你担任要职，甚至让你住在我们家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为什么？是你把我逼成这样。我原本名校毕业，前路一片光，要被你这个驴子当牛，被陆家明那个渣男骗得一无所有。这是你自己选的，我自己选。要不是你假惺惺的把我带入韩氏，要不是陆家明和我同期的时候喊的是你的名字，是你把魔鬼带入我身边。易静静，把魔鬼引进你生命里，一直都是你自己，是你利益熏心，妄想一步登天。是你们把我逼成这样，是你。所以这就是你害死我爸的理由，这就是你3番5次想要害死我的借口吗？多说无益，要杀要剐随便。你欠我爸的就叫奸女酒。让我坐牢，你做梦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再过来我杀了李姐姐，你逃不掉的。你放了他，我让你走。姐姐，别冲动。你当然希望活下去，你生下来什么都有，而我一无所有。既然这样，我就拉着你韩大小姐，跟我一起下地狱。桂山，桂山！顾总失血过多，情况十分严重。太太，你要做好心理准备。什么？桂山，出危险了！桂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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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能有事。Early morning hours, someone waits for you. Among the blossoms and the flowers, he will find you. Some 我好像已经习惯你在我身边。血压骤降，准备抢救。医生，你给我用最好的药，不管多少钱，他必须活着。顾医生，你不是很厉害吗？你怎么躺在这里装死呢？ 내 맘을 볼 수 있나요?既然醒了，就自己喝药吧。我手抖，手没力气。冉冉，你喂我喝好不好？ 아무 말하지 않아도 그대 눈빛을 보면 我刚才昏迷的时候，好像听到有人在喊：“我要你活着！”你听错了，可我当真了。冉冉，我们不要演戏了，好不好？不好，我们还是要离婚的。你听我说，我刚才昏迷的时候做了一个很长的梦，我梦到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你就躲在韩叔身后，明明害怕的浑身都在发抖，却还装作一副成熟老练的样子。那个时候我就在想，这个女人一定得是我顾家的二少奶奶。后来签契约结婚的时候，我发现我的这里狂跳不止。不是因为紧张，而是我终于能名正言顺地站在你身边了。安然，从始至终，我想要的只有你。周叔，去查查，我倒要看看顾逸晨伤的到底有多重。小姐，您是怀疑顾总在装病？不过，若顾总
真的是装的，您打算？那他就真的需要静养。先把粥喝了，好了再说。顾总，等你好点了，我们就去离婚吧。7月婚姻也差不多该结束了。医生说我脑震荡后遗症很严重，随时可能会猝死。是吗？那正好，我去让律师准备遗嘱公证。等万一哪天你猝死了，那顾氏的50%的股份就是我的了。倒也不这么急着死。顾一晨，从你重度昏迷的第一天到你死亡，这遗嘱公证应该也做得差不多了。所以在这期间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，别玩火。我们把7月结婚命令整理了。不行了，我头突然好晕，我要昏了，可能要昏了吧？顾总，这是医生啊，帮我检查检查，这个看我这个病情是不是还需要再多观察观察呢？哦，太太，您出去一下，我给顾总检查检查。我有事去趟公司，太太那边拖一下啊。哎，顾总，太太已经起疑了，再拖下去，我怕演砸了。我觉得呢，我这个病人至少还需要3个月时间的卧床休养，你说呢？可是刚刚太太说要做遗嘱公证，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我这个颅内出血的病人现在可以出院了？不行，顾总现在绝对不能离开半步，至少要卧床4个月。哟，这么严重呢？我正好认识几个专家，要不改天让他们来会诊。冉冉，你听我解释，我就是想让你再多关心我一点。顾总，你是不是忘了？我们只是契约结婚，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，现在该分道扬镳了。不，你听我跟你解释，戏已经演完了，顾总，你该离开韩家。冉冉，如果我说协议调业的补充协议我已经让我的律师申署了呢？顾一晨，这个话你不理也得理。你死了这条心吧！我的世界里没有离婚，只有丧偶。疯子！二爷，事情已经安排妥当，老岳夫人已经通知到首位宾客。顾总，既然这么忙，就别再开这种玩笑了。我们的协议已经结束了，现在你该走了。韩总，有没有兴趣来参加一下我的宴会啊？不了。7月起子，连我这个便宜老公办的宴会都不敢参加吗？顾总说笑了，我们不过是各取所需。过几天我会找人跟你谈离婚的，戏也演完了。顾总，你可以继续当你的顾家二爷了。还让你决定要这样？顾一晨，我们从来就不是真的。
安娜小姐，你祝你幸福喽。本来就是契约婚姻，闹剧也该结束了。计划提前。喂，喂，冉冉，我在圣心教堂，你快来接我，我好像惹上麻烦了。怎么了？你终于来了，冉冉，快！等等，你们这是在干什么？这不是结婚带的吗？嘘，别动。你们韩冉，契约是假的，但我爱你是真的。当然，你也可以拒绝啊。快答应啊！这男人为了今天提前准备了好久了。嫁给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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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嫁给他。算了，我骗你的，你没资格拒绝。韩冉，从我们签订契约的那一天起，我就从来没想过要放你离开，所以你愿意和我一起演这场戏演一辈子吗？顾以晨，你又算了。Even over, I can find you out. The answer is never. 那你就算计一辈子。我们是同类人。This journey of ours has been bittersweet. Close my eyes, wondering what you would have.